一根巨大水管从天而降，毫不客气地抽走了价值上万的泳池水。可主人非但没有半句怨言，反而朝着飞行员竖起了大拇指。原来抽水的是一架消防飞机，灌满水箱后，飞机朝着远处的山火驶去。可下一秒，此消防员们都习以为常了。对于野外作业的他们来说，意外随时都有可能出现。就比如这一次，消防员被突然窜出的毒蛇咬了一口，还好有队友在身边，把他及时送去了医院。此时的蛇毒已经开始向上蔓延，带来的剧烈疼痛常人根本无法忍受。可消防员却坚持不让护士打止痛针，因为任何的止痛药品都可能让他毒瘾复发。难以想象，就在1年前，消防员还是个人人厌恶的瘾君子。那时的他得知女友意外怀孕，便在深夜敲开女友的家门，表示自己愿意为孩子负责。可他拿什么来养育孩子？光靠嘴上说吗？于是女友温柔地对他说 I want you to stay away。 果然女友没有看走眼。就在回家的路上，阿布发现路边一辆车没有关门，他就钻了进去想要盗窃，没想到2名警察就在马路对面。就这样，阿布被抓进了警局，害怕毒瘾在里面发作，他央求母亲花1000元将他保释出去，可母亲却决然地挂断了电话。但第2天母亲还是交了保释金。然而就当阿布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，母亲却命令他在7点之前从家里搬走，并扔给他了最后几百块钱，因为从儿子的身上他已经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几个月后，当阿布听说孩子出生，他偷偷来到医院，隔着玻璃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。那一刻，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油然而生，他痛下决心要改变自己。于是阿布来到Don't think, just answer the question. 3 months ago. 恰恰是他的实话实说，使得自己通过了面试的第1关。可当队长拿起简历仔细阅读，才发现阿布不仅吸毒，还有犯罪的前科。这种人怎么还有脸来面试消防员？队长都无语了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I just had a daughter. Her name's Michaela, and I just really want to give her what I never had. 也许是因为阿布的真诚悔过，亦或是联想到了年少轻狂的自己，队长愿意给他一个机会，随后便给他临时找了一双运动鞋，让他立刻跟着小队一起去爬山拉练。可才刚刚出发，他就被强壮的消防员甩在了后面。长期的吸毒让他的体力十分的差劲，没跑几步就累得呕吐起来。之后消防员们爬上山顶，并且还开了个小会。等他们下来的时候，阿布才刚刚到达半山腰。之前不看好他的队员也递上了一瓶水。虽然不赞同队长招来这么个瘾君子，但他也得尊重队长的决定。等拿到工资后，阿布第一时间来到超市，购买了满满1包婴儿用品，悄悄放在了女友家的门前，然后顶着一身的酸痛默默离开。这之后，他每逢休息就会来送东西，经常还能听到屋里婴儿的哭声。可他却没有勇气敲开房门，唯恐打扰到女友一家人的生活。接下来，阿布迎来了最难熬的一段日子，因为消防队正在备战先锋队的选拔赛，但新手的他还没有熟记规章制度。这一次，阿布又没能回答上来队长的提问，导致全体队员连带受罚。这使得他成为了其他队员的眼中钉，嘲讽和埋怨这些他都能忍受，但当旁边他们就迎来了先锋队的竞赛。在接下来的灭火阵岌岌可危，仅靠防火沟根本无法阻挡迅速蔓延的大火。于是他当即下令采用燃烧阻断法，就是在山坡上人为点火，这样当山火烧过来时，后面已经没了可燃物，山火自然就会慢慢熄灭。没想到考核员却跳出来强烈反对，在他看来，所有人为的放火都会增加危险，只有通过防火沟才是正规的方法。未来就是人工放火的时间了，之前他们已经实施过很多次，队员们早已轻车熟路。可这次和阿布一组的小胡子却意外踩到了马蜂窝，使得2人拼命抱头鼠窜。但这一小插曲也让2人之间的不快烟消云散。等到了半夜，这个方法奏效了，大火烧到了山顶便无法向下蔓延，因为山坡上已经烧无可烧。可本应最高兴的队长，此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得罪了考核员，升级先锋队基本无望了。等到了公布结果的日子，队长守着电话焦急等待，他想要打电话给上级询问，可又不敢面对现实，十有八九是被自己搞砸了。队长后悔自己当时的出言顶撞，连累了这么优秀的队伍被埋没。直到他的老友走进办公室，这才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原来队员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欢呼，这份
的生活越来越稳定，他也因此得到女友一家的信任，获得了照看女儿一天的特权。刚抱着女儿回到家，就受到了小胡子的热烈欢迎，并且他贴心的把所有的家具边角都包了起来。可偏偏当天晚上，女儿就无缘无故发起了高烧，这下把2个大男人吓坏了。幸亏小胡子找来了队员的家属帮忙，一番安抚之下，孩子的体温降了，阿布这才放下心来。还好有这帮弟兄们的帮助。原来因为消防员经常不在家，他们的家人遇到困难总会互帮互助，长期以往家属们都成了好朋友。可就在宝贵的休假之时，远处的山顶又冒起了浓烟，不用说假期又泡汤了。这次他们的任务是保护火灾中的一棵千年古树。队员们先是围绕古树画出一个正方形，清除了里面的一切可燃物，然后挖出一条长长的防火线，最后在防火线以外点燃一片火。这样当2火碰头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了可燃物，山火就会自行熄灭。这次任务完成的十分顺利，在他们的配合行动下，成功的救下了这棵千年瑰宝。临走前，消防队员们还在古树面前拍照留念，记录下了这段有意义的历史。谁也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他们最后的一照。下山时，阿布不小心被毒蛇咬伤，还好经过抢救没有生命危险，可却引起了母亲的担忧。趁着探望之际，他劝说阿布为了孩子着想，换一个更安全的工作。于是隔天在镇长举行的聚会上，阿布单独找到队长，说自己想转去更安全的建筑消防队，并拜托队长给他美言几句。然而队长却勃然大怒，要不是当初自己的破格收留，阿布可能早就进监狱了。没想到日子刚好起来，他就要 End up dead or behind bars. 这一幕全部被他的妻子看在眼里。回家的路上，妻子指责队长的做法太过分，想要给家人带来稳定本就是人之常情，结果到丈夫这里却成了罪过。联想到多年来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，自己连个孩子都不敢要，妻子更加的委屈。为此2人激烈的争吵了起来。一气之下，队长弃车而去。之后在老友的开导下，队长才体会到妻子这些年来的不易。经过一番慎重思考，他回到了妻子身边，向她许诺下个季度就退居2线，以后就可以经常的陪伴她了。这番话让妻子流下眼泪，2人重归甜蜜。可第2天还没起床，队长就接到紧急任务，又一起山火时发怒的原因。现在他已经能理解阿布。I will help you out in any way I can, so long as you walk the line. 能遇到如此善解人意的队长，阿布感到十分的幸运。等到达合适的地点后，大家在队长的指挥下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准备工作。在救援车的帮助下，阿布幸运地从火圈中冲了出来，最后撤到了安全的地点。与此同时，消防员们已撤到了一处安全的焦土区，但眼看山火正在朝着小镇的方向逼近，队长决心要做点什么阻止山火。 We're the only crew in position to save these homes. You and the boys down for getting back in the game? Back to work, boys. 于是便带领来抵御火焰的伤害。队长还不忘让新人躺在中间，把相对安全的位置留给年轻的队员。此时的生死已经全凭天意，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地上挖出一个洞，好让脸能贴近湿冷的地面。可这次山火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当阿布发觉对讲机里没了队员的声音，他难以想象兄弟们正遭遇着什么。可此刻他除了等待什么也做不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等到山火彻底的熄灭，人们才敢上山寻找。在1000度的高温早已将消防员化成了灰烬，只有一地的防火带证明他们曾经待过。紧接着阿布就从对讲而一直等待丈夫回家的妻子，没想到一别就是永远。之后，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到了体育馆等待消息。当得知小队有一名幸存者，他们纷纷祈祷那会是自己的丈夫。为了给兄弟们的家属一个交代，阿布不顾阻拦来到体育馆内。即便知道自己的出现会带来无尽的痛苦，他也必须去面对这一切。果然，他的出现让所有家属的希望彻底的破灭。眼睁睁地目睹痛苦、绝望、哀嚎，此时说什么都是徒劳的。阿布只能冲出了体育馆，找